今天欧冠半决赛，阿森纳果然晋级啦！老观众都知道，去年的欧冠，尤其是半决赛和决赛，老 K 去年旗帜鲜明看好大巴黎，而且决赛我还说过，大巴黎很可能会狂胜国际米兰，就看国际米兰用什么战术。当时引来许多国米球迷对我大力抨击，说你懂不懂球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老 K 是30几年的国米老球迷了，但是我有一个好习惯，什么事情客观。所以今天的节目，咱们先分析明天拜仁慕尼黑对大巴黎的比赛，然后再来说今天的欧冠阿森纳对马竞。这里的背景就是重要比赛又猜对了。不过我可不是神算子，要是让我长期猜，正确率错误率各自50%，这是注定的数学问题。但是在重要的杯赛，到了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我总感觉我的直觉或者说客观的分析越来越准确，还是大巴黎晋级。但是我们一开始是站在拜仁慕尼黑的角度来分析说一说要想战胜拜仁会有多么的不容易，而今年的拜仁是多么的强大。上一场比赛拜仁慕尼黑是4-5落败，从比分上看形势对他们不利，但是我们必须注意，拜仁慕尼黑现在拥有自己非常强大的优势。首先我们要指出一点，拜仁的球员，顶级球员本赛季的工作量已经远超了大巴黎的同行，这一点你可能猜不出来，但确实如此。而且在上一轮首回合第58分钟，拜仁慕尼黑当时已经是2-5落后3个球。当时的巴黎主场王子公园球场气氛极其热烈，当时看起来拜仁慕尼黑被淘汰，已经败局已定，而大巴黎的球员们互相击掌庆祝，仿佛就已经赢了球一样。可就在这个时候，德甲巨人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奋起直追，在客场将比分追到了4-5，这也让明天的次回合比赛之前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这一支拜仁不仅是韧性，还有他们的体能都极其的惊人。在上一轮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甚至是大巴黎的球员看起来更疲惫，似乎还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当时大巴黎球员已经竭尽所能在拖延时间，比赛如果多打几分钟，拜仁是完全有可能扳成5-5的大平局。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体能方面，拜仁慕尼黑是完全占据优势。他们作为客队，跑动距离却比大巴黎多了近6公里。而且可以看到首回合大巴黎的球员脸上已经明显露出疲态，筋疲力尽，防守的时候甚至累得像狗连舌头都已经快吐出来了。但实际上呢，本赛季各项统计数据咱们拉开看，大巴黎的顶级球员本赛季的工作压力、工作量是远小于拜仁慕尼黑的顶级球员。比方说我们众所周知拜仁的三叉戟奥里塞、路易斯迪亚斯和哈里凯恩几乎从来都是首发球员，而明天预计拜仁慕尼黑排出来的首发11人，他们的累计出场时间已经达到了34153分钟。相比之下，大巴黎的球员累计出场时间仅仅是29463分钟。而在另一项数据，本赛季出场时间超过2800分钟的球员，拜仁一共有10位，而大巴黎只有3位球员。特别是边锋路易斯迪亚斯，从利物浦买来的铁人，他已经出场了3760分钟。而右边锋奥里塞3716分钟，中锋哈里凯恩略少3690分钟。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铁腰基米希，基米希的出场时间排在哈里凯恩之前。可是尽管如此拜仁的三叉戟在上一轮比赛是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疲态，而且最近的这1个月，他们依旧保持着惊人的进球效率。相比之下，大巴黎的进攻三叉戟 K77 2576分钟，杜埃2235分钟，邓贝莱则只有1913分钟，出场时间明显要少得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拜仁慕尼黑的球员却反而体能更占优势。所以这里可以就下一个小结论，本赛季的拜仁慕尼黑就是全欧洲最佳球队，特别是他们的三叉戟和基米希。朋友们，这里提前预告一下，节目的后半部分非常精彩呀！坦白说，真的值得大家分享给各位的各种群。感谢您的订阅，感谢您的点赞、分享、评论、热推。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咱们继续。另外，本赛季由于大巴黎的邓贝莱和杜埃曾经先后因伤高挂免战牌，但即便巴黎队全员健康主教练路易斯恩里克在主力球员轮休这件事情上，还是要比拜仁的主教练孔帕尼更加保守。同时我们可以说，其实是巴黎队的阵容深度更占有优势，而孔帕尼这边除了他们的常规主力格纳布里之外，像轮换球员卡尔、比苏夫、格雷罗近期都有陆续的伤停，所以孔帕尼在用人方面稍显捉襟见肘，尤其是进攻端人手严重不足。
在上周六对阵海登海姆的比赛，拜仁的雅克松已经是队内唯一健康的前锋，所以这也使得莱莫尔和帕夫洛维奇都被迫客串边锋。当时这套组合的打法非常怪异，最终也毫无效果。好在半场休息之后，孔帕尼做出大胆的4人轮换，主力奥里塞、路易斯·迪亚斯、哈里凯恩悉数登场，这才让拜仁从落后的局面顽强追平，最终是3-3跟海登海姆握手言和。此外呀，包括拜仁慕尼黑4-3击败美因茨，还有对阵大巴黎的欧冠首回合，这2场比赛同样也是靠尾声阶段拜仁的绝地翻盘才拿下。这2场比赛同样是靠尾声阶段拜仁的绝地翻盘才有这个结果。现在呢，像比苏夫、卡尔、格雷罗预计都会伤愈复出，可以重新投入比赛。那么再看看大巴黎，路易斯·恩里克这次去拜仁慕尼黑客场作战，阿什拉夫·哈基米是有伤没法上。在此前巴黎队2-2战平洛里昂的这场法甲当中啊，恩里克他可以非常从容地进行阵容轮换，所以双方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边路的用人。像巴黎队的新星巴尔克拉，包括姆巴耶都可以首发出战。还有前面的欧冠1/8决赛，巴黎对切尔西，1/4决赛迎战利物浦，这2个阶段恩里克更是完全不用为轮换怎么用人而发愁。法甲的联赛直接为大巴黎调整了国内赛事的赛程，在这一点上老 K 必须给法国足协点个大赞。还有像中后卫马尔基尼奥斯，在大巴黎最近的10场法甲联赛他就只首发了1次，所以把这2个队各自在国内联赛出场时间最多的11名核心球员看看这个数据用来对比就很有参考意义。拜仁慕尼黑这边有8位在联赛出勤最多的主力，他们都首发出战了首回合做客巴黎的那一场对决，而次回合回到拜仁的主场，只要莱莫尔可以如预期回归首发名单，这个数字可能甚至涨到9个人。但大巴黎这边呢，在国内的联赛出场时间排名前11的球员中，只有5个人在欧冠首回合对拜仁的时候拿到了首发位置。所以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老 K 老 K 怎么未卜先知，几个月前就猜到大巴黎到了3月份、4月份，在欧冠最后的淘汰赛阶段，他们会把状态调整得越来越好。这首先就有数据说话。背地里呢，道理很简单，大巴黎其实就是腾出手来全力攻欧冠，而法甲联赛凑合应付得了。所以在欧冠赛场，以马尔基尼奥斯为核心的巴黎常规主力，他们大多在欧冠都能打满全场的90分钟。像帕乔是巴黎队唯一每1分钟的欧冠比赛都全程出战，还有维迪尼亚、埃梅里、努诺门德斯，这都是欧冠出场时间的2到4位。而拜仁慕尼黑这边第一个跻身这份欧冠出场时间榜单的球员是帕夫洛维奇。这件事情英超阿森纳现在已经晋级了决赛阿尔特塔是表示过看这些球员的出场的时长和身体状态，出现这样的场面我一点都不意外。不同的联赛之间的节奏、比赛风格简直天差地别，完全就是截然不同的足球环境。所以阿尔特塔对首回合大巴黎对拜仁这一场精彩较量大加赞赏，但他同时也认为那场比赛能够打出如此的高水准，只是因为德甲和法甲的球队不必承受像英超这样高强度、这样不间断的联赛压力。这确实也是事实，不仅是英超的联赛对手实力强、强度高，而且顶级联赛更多出了2支球队，这就意味着阿森纳本赛季的比赛场次已经比拜仁和巴黎都多了7场。不过如果我们对比拜仁慕尼黑和阿森纳那么实际情况没有那么悬殊。阿森纳有5名球员的总出场时间都高于拜仁全勤出战的路易斯·迪亚斯，但是如果再往下对比，数据就很快趋于接近。举个例子，像拜仁队内出场时间排名第10的斯坦尼西奇，出场时间是2861分钟，这就已经高于阿森纳队内排第10的特罗萨德的2577分钟。还有三叉戟路易斯·迪亚斯、哈里凯恩、奥里塞，这3个人的出场时长都超过了阿森纳队内出勤最多的前锋泽凯莱什。这些数据就说明本赛季阿森纳在英超的成绩好，包括在欧冠的成绩更好。这其中阿森纳足球总监贝尔塔给配了2套人马，功不可没。但反之也就说明拜仁慕尼黑的球员，尤其是主力球员，确实工作量太大，出场的时间太多，甚至很多球员都比阿森纳的球员还要累。而我们千万不能小看这一点。所以以上举这些例子就说明拜仁慕尼黑能够取得现在的成绩，能够打成4-5是多么的不容易。
但同样的，老 K 还是很客观的说一句，除了5-4的比分稍有领先之外，大巴黎的球员能够腾出手来专门打欧冠，这个优势也非常的大。所以老 K 还是旗帜鲜明的看好大巴黎能够晋级决赛。但是无疑现在最难的一件事就是阿什拉夫·哈基米打不了，他的腿筋受伤，将缺席数周。像阿什拉夫这样的球员呀，全球都找不出第二个，不仅是位置上的世界最佳，而且在队内的领导能力也很突出。他的缺席肯定是巴黎圣日耳曼的巨大损失，他会给大巴黎明天比赛的中场带来严重的影响，可能会安排埃梅里或者若昂内维斯不得不出任右后卫，这才能够防住对面拜仁慕尼黑状态正佳的左边锋路易斯·迪亚斯。最有可能的情况还是用埃梅里首发，而法比安·鲁伊斯则会进入中场。但前面我们也说过，本赛季的鲁伊斯状态不怎么样，他是因伤缺席了数月，正在逐步回归球队。而埃梅里过去一直是大巴黎的中场核心，首先他能不能够有效的限制路易斯·迪亚斯的发挥，这是个未知数。然后他不在中场也会给大巴黎带来麻烦。另外，明天这场比赛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两队的边锋奥里塞和 K77， 他们两人在首回合都有进球，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在首回合均创造了大量机会，是最关键的任务。K77 从上赛季到本赛季连续2年已经证明了自己的重要性。当时他还在那不勒斯的时候，老 K 就非常的郁闷，而且纳闷，英超那么多球队，皇马、巴萨，他怎么就不抢？结果K77 从25年1月到了大巴黎，直接提升了大巴黎的一个档次。再看奥里塞，奥里塞在水晶宫在英超的时候就已经是天赋过人了。2024年被拜仁慕尼黑给看上，当时我也觉得英超的 Big6 的体育总监眼睛都瞎了嘛。所以这也是老 K 很有自信让我去英超当个体育总监，当个能拍板的，绝对不比他们表现差。现在的奥里塞大家都知道了，顶级边锋，不仅进球如麻，而且是拜仁的主要进攻的组织者。他现在本赛季欧冠8次助攻，跟维尼修斯并列助攻榜首位，在德甲联赛呢又有19次助攻，跟 B 费并列欧洲5大联赛的球员助攻榜首位。最后就是两个队的超级中锋之间的对决，哈里凯恩对邓贝莱。邓贝莱呢卫冕金球奖得主，但赛季初状态不好，身上也有伤，表现平平。可是在最近3-4月份最关键的时刻，他又展现出最佳状态，跟上赛季简直一模一样。而且在1/4决赛也是邓贝莱的梅开二度淘汰了利物浦。所以这样的一个邓贝莱，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确实配得上金球奖，他也非常渴望能够卫冕欧冠冠军，再去拿一个世界杯，这样子今年的金球奖估计又是邓贝莱的。而反观英格兰队拜仁慕尼黑的哈里凯恩，他是在积极的争取自己的个人奖项，过去在热刺已经耽误了大半的职业生涯，到了拜仁之后，他就是一台进球机器。如果能够获得欧冠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个欧冠。要知道本赛季在欧洲的5大联赛，没有哪个球员的进球数能超过凯恩，他在欧冠联赛攻入了13个球，也只比姆巴佩少2。现在看来，只要进入决赛，凯恩肯定希望在本赛季欧冠联赛中当射手榜的老大，并且最终捧起欧冠奖杯，然后再代表英格兰去拿世界杯。所以哈里凯恩跟邓贝莱这两人像镜像一样，一个代表拜仁和英格兰，一个代表大巴黎和法国队。还有一点我们也说过，大巴黎跟拜仁他们现在各自在欧冠进了43个球和42个球，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欧冠中2支不同的俱乐部在同一届比赛中进球都超过了40个。还有拜仁此前在跟法国球队进行的7场欧足联的2回合比赛中是赢了5次，在跟法国球队的3场单回合的淘汰赛中也全部获胜，可以说是法甲的克星。但是他们最近的6场欧冠半决赛只赢了1次，那还是2019到20赛季单回合3-0战胜里昂队。所以也就是说，拜仁已经连续5次在欧冠2回合的半决赛中被淘汰。而大巴黎呢，他们最近2次和德国球队进行的欧足联2回合比赛中都是输了球。不过在这类对阵的整体战绩，大巴黎依旧占优，取得了4胜2负。他们的球员 K77 目前追平了过去伊布拉希莫维奇保持的在大巴黎队史单赛季欧冠进球纪录。K77 和过去的伊布现在同为10个球， K77 只要继续进球就可以独享这个成就，而伊布拉希莫维奇是在13到14赛季达成这个成就。总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最关键的时候拜仁的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赫内斯又开始说话了。
他说他最近准备找卡尔谈话，这是因为这位拜仁的超新星几周前在对阵皇马的欧冠比赛中，当时卡尔穿了一身非常醒目的粉色造型，年轻人嘛，我觉得穿着挺帅，可这让赫内斯非常不满。那一场欧冠1/4决赛次回合，拜仁4-3战胜皇马，卡尔当时是有伤缺席比赛，但他在安联球场亮相的时候，穿了粉色的长裤、粉色的外套、粉色的蓝精灵帽，还搭配了粉色的鞋子，这就惹恼了慈禧太后啦。慈禧太后赫内斯说：“我非常不满，因为本赛季的拜仁除了在场上表现出色，球队良好的外部形象同样很重要。可是卡尔当天晚上的穿着，这像什么样子？根本没有必要非得穿一身粉色的套装出现在网上。类似的情况过去我们拜仁也遇到过，当年的施魏因施泰格把指甲涂成了黑色，弗朗茨和我当时也出面管过。我觉得以后有机会见到卡尔我就要把他叫到一边，跟他说清楚人生里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至于拜仁队内的奥里塞，法国球员法国球员在法国国家队报道的时候，奥里塞经常也穿得很抢眼。但是我觉得奥里塞已经是世界级球星了，他可以这么做。不过这背后也有媒体在推动，奥里塞的那些新女友肯定也会关注这些。但总之，一个男孩子穿成粉色套装，从来都不是什么合适的选择。卡尔必须明白，自己首先要靠足球说话，要在球场上让大家认可你。等到以后，你可以再开一辆很显眼的车，或者做类似的事儿，那是另一回事。但这些事情没有必要在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做。我们拜仁是有责任介入的。我相信主教练恐怕你已经就此事和卡尔谈过了。当然，最后评价卡尔还是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如果4-5年后他成了德国国脚，到那个时候他也许可以在狂欢节稍微放开一点。那个时候他可以把这一身粉色套装再从衣柜里拿出来，或许还能再穿一次。不仅是慈禧太后赫内斯不满，而且卡尔的经纪人巴拉克也不认可。巴拉克也说，卡尔居然还在那里跳，这本身就有些过了。不过考虑到他当时很兴奋，也很年轻，可以理解。我相信他回到更衣室肯定会因为这个事儿被说一顿的。好吧，我们都以为已经2026年了，结果德国人还是德国人，还是那么死板老套。好，我们回到说今天的阿森纳1-0，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昨天老 K 视频里预测阿森纳重返决赛，不知道怎地竟有球迷留言说老 K 不喜欢阿森纳。这种论点在做老 K 足球新闻的初期经常遇到，特别是那种铁中粉不管老 K 怎么说，总觉得不满意，总觉得把自己的球队说得太差了，不够好。但我们必须强调和回复，无论本赛季阿森纳是多么困难，我一直说阿森纳联赛冠军，而且多半是越看越像1999年的曼联，真的是欧冠和联赛齐头并进。至于这其中发生过的各种低谷，就像99、81难，西游记为什么是4大名著？真正最甜美的回忆，最伟大的荣耀，绝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无论是1999年曼联的3冠王，还是国际米兰穆里尼奥的3冠王，都是在最后的最后经历了各种磨难，各种否极泰来。就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样，主角团总是要陷入了绝境，最后赢下来的冠军才格外的有滋味。咱们曼城第一个联赛冠军阿圭罗的补时阶段进球不也同样如此吗？所以曼城的球迷也不要心慌，看起来好像联赛冠军阿森纳已经有90%把握，但是不到最后的最后，谁又能知道最后的结果呢？这才是足球带给人们的最大魅力所在。所以老 K 真的作为一个中立的评球节目，对谁拿冠军都感觉无所谓，但最喜欢看的是中间的这种过程，看各支不同的豪门，各个不同的主角团如何面对自己的故事，如何写下自己的故事。今天的阿森纳，今天的萨卡，过去几个礼拜老 K 是把萨卡批评惨了，对吧？一直说他结了婚之后就有些不务正业，状态是越见低迷。但是上轮联赛的萨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萨卡在特罗萨德射门之后的一脚补射破门。要知道这两个队谁进了球都是1-0主义，2场比赛加起来总共也就萨卡这一个运动战进球，也难怪进入了决赛的阿森纳将士陷入狂欢，这都引得曼联的名宿鲁尼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鲁尼赛后直言说，阿森纳球员和球迷的庆祝有些太重了，应该等到真正夺冠再尽情释放，他们还没有赢冠军呢，庆祝有些过头了。
当时镜头不断地切向欣喜若狂的阿森纳球迷和球员，鲁尼作为曼联的名宿，在演播室里不以为然。当今天中场哨响的时候，枪手的球员、教练组、后勤团队全都涌入球场拥抱、狂欢庆祝，球场爆发出山呼海啸的欢呼。这么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球场在阿森纳兵工厂是多少年没有见到了？整整20年呀，人生有几个20年？所以虽然鲁尼本人也拿过欧冠，而且3进欧冠决赛，他的这番评论也有些开玩笑的意思。但即便是鲁尼抛出了这盆冷水，也完全浇不灭北伦敦这一夜的狂欢。今天的阿森纳防守端极其出色，2名中后卫的表现堪称卓越。另一方面，大中锋泽凯赖什在英超踢了快1个赛季，那么多的英超黑又粗的大中后卫，终于把他给练出来了。马竞今天的后卫背身根本就扛不住泽凯赖什。赛季初的时候，我们还拿热苏斯跟他比，但现在火眼金睛的美猴王是终于练成了，能扛能带能肉搏，要跑位有跑位，要身体有身体，无非就是速度差一点，射门能力差一点。像阿森纳的大脚长传，多少次都是泽凯赖什扛着对面的后卫护球处理。最有意思是比赛第16分钟，阿森纳获得角球的时候，泽凯赖什使出了定位球教练教的新的一招啊，带着对面的一个后卫在门前呀转圈圈，跑了一圈又一圈，跑了一圈又一圈。今天的比赛到了80多分钟，泽凯赖什还在全速的冲刺和逼抢，我们就想说他的态度从来就没有问题。本赛季如果阿森纳真的能够拿下欧冠或者联赛冠军，那么泽凯赖什真的是最后的一块非常重要的拼图。可以看到在英超每一场比赛他都被对方的后卫弄来弄去，基本每场球都被搞得倒地，但每一次泽凯赖什都是快速爬起来，就这种精神真的值得点赞。在阿森纳阿尔特塔的手下，战术地位更有点像炮灰，可是从来不抱怨，心态非常好，踢满全场从来都毫无怨言。我们也知道，就他的身体天赋，很难成为一个超级中锋，但也够了。今年各项赛事进球都21个了，不容易啊！要知道这是在阿尔特塔手下的进攻战术，你要把他弄到巴塞罗那弗里克手下，搞不好真能进40个球。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夸夸他。泽凯赖什现在做的一切，包括阿森纳正在使用他的方式，就是利用他的优势，能够看到他经常冲向对方的内部通道，把球护住，对场上对方的每个人每个区域他都能持续的施加压力。还有像萨卡，整个赛季萨卡确实受到各种质疑，老 K 批评他也很多，但我们现在知道萨卡本赛季的跟腱一直有问题，即便是复出之后他的伤也没有好透，几乎没有怎么训练就必须上场。当时萨卡说过，我必须上场，我必须在对阵富勒姆的比赛里上场，我必须上，这就是生死战。所以本赛季的萨卡，本赛季的阿森纳，我们必须给他们更多的称赞，因为我们都踢过球，都知道带伤踢球是什么滋味，我们都知道当身体不是100%的时候还得上场比赛是什么感觉。而今年到现在为止，这一批球员做到了。如果不听老 K 足球新闻，如果你不知道背后的这些故事，只是指指点点，你就很难明白运动员精神是一种怎样的可贵。包括今天我们也能看到，马德里竞技65分钟之后，像略伦特、格列兹曼、阿尔瓦雷斯也都坐上了替补席，包括萨卡也换下去。所以到赛季末这种阶段，许多球员都是带伤在踢，能够看出阿尔瓦雷斯的身体状态也不是特别好。那么当格列兹曼和阿尔瓦雷斯坐上替补席之后，马德里竞技就缺少了他们的进攻质量。瑟列特的身边没有平时这些搭档，就没人能给他送出直塞，没人能支援他。总体来看，双方球员拼的不仅是技战术，也是精神，也是拼身体。今天阿尔特塔拿出的计划满分，首先他左后卫用了卡拉费奥里，而将斯凯利果然放上了首发，右边仍然是本怀特，中后卫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厄德高休息，首发就用埃泽，左边锋特罗萨德，右边锋萨卡。然后从58分钟开始，马杜埃凯、因卡皮耶、厄德高、苏比门迪、马丁内利陆续上场。整个比赛计划就是拼开局，就是华山自古一条路。所以对比之下，能看得出马德里竞技的替补席跟阿森纳完全不是一个水平。场边的主帅西蒙尼哪怕都急死了，哪怕在那儿一直又唱又跳，但没有办法，像巴埃纳、像阿尔马达这样的球员质量3个字是真不行。而阿森纳后防的厚度简直逆天，即便是替补席上许多球员都比很多欧冠档次的球队的主力都还要更强。
所以马竞相比之下，到了下半场，前场不行，边后卫也不行，没有能够制造机会的能力。看起来好像是欧冠半决赛落后一球，60分钟马竞就已经投降，但实在是主力没有体力了，替补上去却实力不足。这还是马德里竞技专门放弃了联赛，整整休息了1周。说实话，没办法，球员身上都带伤。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一场主教练西蒙尼要负主要的责任。联赛轮换了10个人，以逸待劳，就为了欧冠。那么60分钟如果继续用主力打，是不是会更好呢？可是世界上的事儿哪有那么多如果？换言之，如果西蒙尼一直就用主力死磕，最后还输了个2-0、3-0，那么球迷们肯定很多又要怪他啊！你怎么不轮换？你怎么不知道换人的呀？主力都踢不动了，你还不换人？那你买这么多人来做替补又有什么用？总之，过去节目里我也说过，西蒙尼这一次是真拼了，他是真的想拿一次欧冠冠军，然后就此从主教练的位置上退役。奈何有心无力，马竞的经济实力、球员的质量水平能够打到欧冠半决赛这个阶段，你还能说什么？西蒙尼这个人，老 K 很了解他。过去球员时代就出身于国际米兰，98年又把我最喜欢的贝克汉姆给搞下去。他是一个特别情绪化，而且对名利看得特别重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从来都是不择手段。但今天输了之后啊，我能够感觉到他那颗老僧入定，或者说已经快死去的心。他赛后说，关于今天比赛中裁判那些争议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认为在这一刻再去争论那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就像格列兹曼在那个时刻本该获得的判罚一样。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个判罚没有给就是没有给，足球运动就是这样，裁判有时候会犯错，有时候判罚也会让我们获益，而这一次也许裁判并没有站在有利于我们的一边。正是因为今天这种输球的方式，我对咱们马竞这支球队真的没什么可多说的了，因为他们已经没办法做得更多了。我们确实达到了一个不同的位置，不能说不同，而是一个在赛季初绝对没有人能预料到的位置。没人能预料到马竞能够达到这样的竞争水平，并走到这里。在这2场比赛当中，我们都和阿森纳这样一支极其强大的球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竞争。遗憾的是，对于已经发生的结果，我们只能选择接受。我要向阿森纳送上最美好的祝贺，因为他们是一支为了能在欧冠赛场走到这一步而奋斗了很久的球队。于是到今天56岁的西蒙尼执教马德里竞技的欧冠成绩2次亚军，2次4强，4次8强，从2013年执教到现在整整13年过去，就马德里竞技这样一支队伍，13年仅仅2次止步于小组赛，其他全部都进入了淘汰赛阶段。这真的是悲情英雄，这样的战绩真的很强啊。另外，咱们的格列兹曼随着被淘汰，他人生的最后一场欧冠比赛最终以失利告终。在法国球员的欧战主要赛事出场次数榜上，格列兹曼128场排名第4，在他上面有本泽马、亨利和马克莱。本赛季结束，他将离开马竞，前往美职联加盟奥兰多城。另外值得一提，本赛季的马竞在正式比赛输球率已经达到了约30%，是西蒙尼执教期间单赛季最高。一共57场比赛，输了17场，30胜10平。在西甲，马竞把西甲的下半区搞得是晋西北乱成了一锅粥，谁都有降级的可能。也许是执教的时间太久了，即便是马竞球迷本身也有许多天天叫着西蒙尼下课的。放心吧，总有一天他会离去。但是看看现在的热刺、切尔西，我总觉得西蒙尼离开之后的马竞很难再达到今天这一步了。我知道他今天在第66分钟同时撤下格列兹曼和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确实是非常争议的换人。一切以结果论，我们可以批评他，就是这次换人带来了马竞今年最后的失利。可是一个是受伤的小蜘蛛，另一个是35岁已经老到只能踢60分钟球的格列兹曼。下半场已经看得很清楚，赛前就出现了脚踝不舒服的阿尔瓦雷斯，在下半场完全无法冲刺。甚至老 K 多说一句，今年的世界杯阿尔瓦雷斯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带伤上场踢球，尤其对前锋来说有多大的影响，咱们慢慢看吧。但球迷不管这个，他们只想要结果。这也对，许多年过去之后，人们只会记得西蒙尼一个欧冠冠军都没有。又有几人能想起过去这13年江湖中西蒙尼付出了多少去追寻他欧冠冠军的梦想呢？所以金庸老先生写《笑傲江湖》
特别是衡山派的刘正风、日月神教的曲阳联手创作的神曲《笑傲江湖·琴箫合奏曲》，两人厌倦了江湖的厮杀、门派的倾轧、正邪的偏见，总是想最终超越正邪，摆脱束缚，逍遥自在。什么是志趣相投，修为相若？你不懂他，你怎能跟他志趣相投？在小说中，这两人被嵩山派追杀，重伤濒临死亡的时候，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次《笑傲江湖》的合奏。刘正风最后说：“世上已有过了这一曲，你我已奏过了这一曲，人生于世，夫妇何恨？”所以今天的足球世界，今天的球迷赢了赞，输了骂，这也就是江湖的喧嚣。而置身其中的英雄人物，各领风骚数十载，能不能看破，最终也都要看破。这就是我最喜欢足球的地方，也是老 K 想开这个频道的初衷。世人只能看见赛场的输赢荣光，却有几人知道他们背后无人知晓的满身风霜。我不希望只看那些鲜花掌声和成败，老 K 更喜欢的是背后的汗泪煎熬和孤苦。所谓台前一句定输赢，背后10年磨心酸。所以同样的，苦等了一圈整整20年的轮回，阿森纳今天终于进军决赛。此时此刻，正如彼时彼刻，我相信最开心的莫过于76岁的温格教授。这里说个小秘密，目前在意甲科莫队当主教练的法布雷加斯，他珍藏了一本过去自己历任主教练的小册子，这里面记录了那些主教练成功的秘诀，最重要的就是温格的名字。因为法布雷加斯从2003到2011年效力阿森纳期间，温格正是他的老大。今天在比赛的最后的最后，当时阿森纳全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给主裁判施加压力，要求尽快吹响中场哨声。当时阿森纳的体育总监，此前是马竞任职的贝尔塔带头催促。可是马竞的西蒙尼过去是同事，两个人过去非常的熟悉。西蒙尼当时非常不满，上前推搡自己过去的旧友贝尔塔，当面斥责他的行为。转播镜头当时也捕捉到了这个画面，地点就在两个队替补席中间的区域。贝尔塔正在情绪激动地催促着中场哨，一边指着手腕在看表，一边在空中狂舞手臂，要求比赛赶紧结束。而几米开外的西蒙尼马上注意到了，他径直走向贝尔塔，用右臂将他推开，斥责你这种做法有失分寸。于是双方的工作人员和欧足联官员全都立刻涌上前，将两个人迅速分开。这就是当时比赛最紧张的读秒阶段，马德里竞技还在全力争取进攻，还想扳平比分，而阿森纳则想尽办法消耗时间，拖延比赛结束。我相信那一段时间，两个队最忠诚球迷的心情真的是海水和火焰。那么决赛到底会碰到谁呢？去年的阿森纳在欧冠被大巴黎淘汰，前年被拜仁淘汰，两个大哥都是咱们兵工厂的过去仇人，所以决赛见了必须分外眼红。老 K 已经说明观点了，我认为会碰到大巴黎。好，接下来咱们关心皇马的宫斗，现在是愈演愈烈。长期报道皇马的跟队记者说，姆巴佩现在跟主席老佛爷都有裂痕。这个裂痕开始于阿隆索下课的时候，因为姆巴佩不满老佛爷的决定，当时突然让阿隆索走人，这让姆巴佩始料未及，整个更衣室也非常意外。此前姆巴佩就表过态，自己非常信任阿隆索的工作，但是他认为正是部分队友正在用尽一切办法推动阿隆索下课，所以老佛爷的这个决定完全没有让姆巴佩满意。随后又发生了姆巴佩膝盖伤病的事儿，在这件事情上双方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姆巴佩认为自己的健康被皇马置于风险之中，所以对俱乐部的运作失去了信任，而且还把这种不满告诉了一些队友，告诉了俱乐部一些内部人士。与此同时，姆巴佩坚决前往法国，找法国的专家检查。这件事情在皇马就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可了。原本姆巴佩回到法国只是复查，结果在巴黎停留了1周，最后还传出针对皇马医疗部门的批评。在此之后，就是最近这一次引发巨大争议的姆巴佩意大利之行。可以看到，现在皇马各方面通过媒体都在攻击和批评姆巴佩，但却没有说姆巴佩去意大利是不是获得了认可。只是不断的消息传出来，说是皇马的队友们都认为姆巴佩在防守端投入不足，正在拖累球队，他需要在反抢和夺回球权方面付出更多。而且不仅是比赛里的强度不足，在训练中姆巴佩同样是强度不足。同时还指出，类似情况不止姆巴佩，队内的其他球员身上也有，
那么咱们盲猜说的就是姆巴佩跟维尼修斯呗。好在呀，记者说现在姆巴佩跟维尼修斯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但更衣室对这两个人的看法也很明确，维尼修斯从不逃避，而姆巴佩只会逃避。所以皇马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姆巴佩是真的受伤了，他们都觉得本赛季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但俱乐部方面的最新消息，姆巴佩的确遭遇了轻微的肌肉撕裂，明天才能决定他能否出战国家德比。姆巴佩不满意自己看到的现在这种情况，而皇马对他也不满意，所以皇马跟姆巴佩正在经历第一次大的危机。目前的皇马更衣室氛围非常糟糕，而且情况还在恶化，像姆巴佩、吕迪格等人在俱乐部内已经引发了冲突。在4月份的时候，当时吕迪格在皇马训练基地的更衣室内就和另一名球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此后多方消息表明，这次冲突就是吕迪格引发的。随后他还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并在上周五邀请了队友和他的家人们共进午餐。但紧接着又发生了更大的冲突。在4月24日客场对阵皇家贝蒂斯之前，姆巴佩和一名皇马教练组成员之间发生了争执。在一次训练的对抗中，姆巴佩情绪失控，直接对着一名担任边线助理裁判的教练对着他发生冲突。这是因为该教练判他越位，所以姆巴佩当场就用愤怒且带有侮辱性的语言回应了对方。所以这些事情如今已经加剧了皇马内部氛围的恶化。现在多名皇马内部人士还有其他球员的经纪人都在和媒体的交流中批评姆巴佩，同时也批评皇马没有对他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而主教练阿韦罗亚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去指责姆巴佩，这种表态也让大家不满。目前的情况内部冲突严重，阿韦罗亚的帅问肯定不稳了，还有多名球员的未来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整体皇马内部出现了一种分裂而且低迷的状态，有许多球员已经心怀不满，这种情况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另外，在上场比赛中，门迪因伤被换下，阿韦罗亚却选择了让弗兰加西亚替补出场。当时电视镜头捕捉到卡雷拉斯对此笑出了声。卡雷拉斯过去的4场比赛中3次没有出场，这已经引发了球迷的讨论。这可是位用5000万欧元从本菲卡重金加盟的球员呀。可自从阿韦罗亚上任以来，他的上场时间就明显减少，于是卡雷拉斯和阿韦罗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皇马下一任主教练到底是谁。目前看来最可能的人选还是穆里尼奥，还有皇马正在为新的项目铺路，比如和托尼·克罗斯就他回归伯纳乌的新角色展开谈判。不管怎么说，在老佛爷的治下，姆巴佩依旧是下赛季皇马建队计划中的重要一员。双方之间有些摩擦，但皇马和姆巴佩的关系远远谈不上破裂。值得指出是，今天卡雷拉斯发表了社媒，说我和某位队友的小插曲已经解决了，我和全队的关系都很好，我始终以最高程度的职业精神、尊重和投入来工作。那么之前呢，西班牙媒体已经报道说是吕迪格在皇马更衣室扇了卡雷拉斯一个耳光，而且冲突的背景是这两个人很早就有积怨。背后的人们说，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两个人分属于不同的时代，吕迪格对足球的理解比较老派，所以吕迪格打了对方一巴掌，但也就一下，没再多打。我们看吕迪格踢球比赛就知道，他从来不是什么善良之辈，也不是个温顺的家伙。那一刻我们盲猜吕迪格看卡雷拉斯估计是忍不住了。之前还有过新闻，吕迪格还打过球队后勤人员，也是一巴掌。好在这次对卡雷拉斯只打了一下，没再多打。好嘛，现在皇马方面，一个由球迷制作的在线请愿网站呼吁姆巴佩离开皇马。这个请愿书已经收到了超过114万人的签名。网站的简介中是写道：皇马球迷们，请发出你们的声音吧。如果你认为球队需要变革，就不要保持沉默，签署这份请愿书吧，为你心中最利于俱乐部未来的选择挺身而出吧。这个网站计划最终只是想获得20万球迷的签名，但现在已经有141万人，只是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是巴萨的球迷和其他敌视皇马的球迷。另外咱们还可以这么想嘛，60亿人减去141万，支持母总的还是更多的。好，今天在马竞和阿森纳的赛前，马竞住的酒店楼下凌晨有人燃放烟花，把球员给吵醒了。这件事情引得马德里竞技向欧足联表达了强烈不满。阿森纳的当地球迷是凌晨1点30分就展开了干扰行动，
突然燃放起大量烟花，1点半啊，这时候球员们早就睡熟了，所以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大家都猝不及防。而短短数分钟后，第2轮烟花又再度燃放，这时候马德里竞技才意识到，这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蓄意策划的骚扰行为，目的就是扰乱球队赛前休息，为关键一战制造干扰。要知道马竞的酒店呀，地处城市很优质的片区，安保条件本应该很完备，但是连续2次违规凌晨燃放烟花却无人制止，俱乐部对此提出抗议。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最终比赛还是输掉了。好，现在关于26年世界杯的转播，印度报价了2000万美元的转播费，但遭到了国际足联的拒绝，而中国方面同样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就这么耗下去，那么印度和中国合计27亿人口，有可能就看不成世界杯了。哈哈，这样的极端情况当然不可能出现，只是一种商业拉扯罢了。其实越拖下去，拖得越久，对印度和中国市场的转播方反而更有利。这种事情到了最后往往是降价。好，另外咱们昨天说了，小罗比尼奥被内马尔欺负了，现在正在监狱里服刑的大罗比尼奥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而且非常愤怒。他可不接受什么内马尔的道歉，直接要求俱乐部必须采取措施。过去的大罗比尼奥原本期待内马尔可以对自己的儿子起到保护作用，可现在不仅愤怒，而且极为失望。2025年初的时候，内马尔刚刚回到桑托斯队，还公开承诺会照顾小罗比尼奥。当时内马尔还在社交媒体上写：“你爸爸当年照顾过我，现在换我来照顾你了。”所以虽然小罗比尼奥已经接受了道歉，但是父亲大罗比尼奥强烈要求，于是小罗比尼奥的团队继续坚持，提出新的处理要求。另外题外话，罗比尼奥是因为在24年3月在意大利涉及强奸案被判了9年监禁，相关判决也得到了巴西司法机关的确认。而在特雷门贝监狱服刑了一段时间之后，大罗比尼奥在2025年被转移到了利梅拉再社会化中心。目前这件事情据说因为冲突，桑托斯队将罚款金额是内马尔10%到30%的薪水。好，另外咱们再关注一下过去英格兰队曼联的新星，但因为打女朋友事件被贬到了法甲的格林伍德。最近马赛客场0-3惨败南特，而最近这段时间格林伍德由于出工不出力，被各方批评。法国前国脚杜加里甚至直接高呼：“我为格林伍德感到羞耻，这家伙就是个可怜虫。你是这支球队的领袖，每个人都依赖你。当你不在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为你的缺席感到难过。而在大家做出所有的牺牲之后，你回报的是什么呢？你就是个混蛋，快滚吧！你唯一的价值只剩那点转会费了，但没有人会为你哭泣。他的表现是可耻的，我看到他在场上散步，有些时候我就盯着他看，他就在那儿装模作样，他根本不在乎。他应该被判刑，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格林伍德是一个绝对的耻辱，他是个混蛋。哈哈，现在各方报道格林伍德确实心已经不在马赛队，今年夏天大概率离队。他和足球总监贝纳蒂亚的关系完全破裂。自2月份主教练德泽尔比离开以后，格林伍德在队内已经边缘化，他现在对马赛的联赛冲刺阶段漠不关心。不过本赛季格林伍德是43场比赛，贡献了25个进球，10次助攻。老 K 觉得马赛队肯定是队内的内讧，德泽尔比主教练的离开才是根源。至于格林伍德，无论如何作为职业球员还是应该拿出职业素养。现在他在法国遭到了媒体集体炮轰，未来会去哪儿呢？说不清楚。但这么强的一位大英帝星，却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今年的世界杯也没他的份儿，不能为国效力，在俱乐部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所以足球世界也就是大千世界，这许许多多的故事也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嘛，可以明得失。OK， 开心一下。皇马的小球员恩德里克，他现在租借效力里昂，年纪虽小，19岁的恩德里克却已经和23岁的女友结婚了，并且上个月已经官宣老婆怀孕，是个男孩。恩德里克是个标准的妻管严，他在采访中早就说过，自己的未来完全取决于上帝对我妻子的指引。所以可以说23岁的妻子加布列利·米兰达把他管的是非常好。恩德里克的原话是：我无论做什么都会遵从上帝的安排，遵从上帝启示给我妻子的想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话通过妻子的想法来表达。
那么简单讲就是听妻子的呗。这两人结婚不足1年，妻子从来不准恩德里克给别的女孩发评论，甚至两个人之间还有协议，禁止恩德里克玩游戏GTA 5、侠盗猎车手5的时候，不准他在游戏中网恋，不准他在游戏中建立虚拟的情侣关系。老婆才是最重要的，和老婆的感情必须要建立在尊重、包容和真实的基础上。很好，厉害。老 K 觉得这才是管理，这才是 management。希望节目中的每一个女生都好好的听一听，学一学。OK， 今天另一条消息 ，U17 亚洲杯小组赛第1场，中国队1-0输给了印度尼西亚。这是09年龄组，是中国大陆球迷最期待的一组，但第1场就输掉了。这也是2018年董路最早搞这个项目，我就已经预言过的。但大家不要误会，只是理论之争。我一直认为中国足球要想强大，必须所有的球队都坚持巴西化、西班牙化，所有的球只能走地面，千万不能开大脚。这一届09队呀，一直以来开大脚开的太多了。试想想，如果是日本队的国青国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看看日本足球现在都到了哪一步？如果我们还不能痛定思痛，万众一心，大家确定以技术化、巴西化、西班牙化为唯一的标准，那么中国足球就永远不可能和日本足球去竞争。至于董路之流，纯粹是害群之马。他过去说过无数的功利化的思想和小伎俩，这种自以为小聪明就能玩得了足球的人太多了，过去的40年的中国足球历史上太多了。金庸先生在几十年前的小说里早就阐明了这个道理。你像杨康、高富帅有什么用？玩小聪明，这一辈子都是悲剧。所以不要去种那些花哨，而只种内力和根基。手中抱一，以不变应万变。根基要稳，内力要纯，功夫要扎实，不要玩虚的。少林派武功以扎根基为先，招式尚在其次。武学之道贵乎根基扎实，循序渐进。招式奇巧不如内力深厚，花招百出不如根基稳固。正宗武学重根基而轻花哨，九阳少林重内力而弃邪巧，这都是金庸先生在小说里的原话。武学是这个道理，足球也是这个道理。现在我们都很喜欢看 UFC 无限制格斗，包括拳击，看看泰森的训练视频，你就知道为什么 UFC 和拳击你看不到那么多的中国冠军。所谓的传统武术厉不厉害？厉害，但一切的体育都是打基础，极致的运动能力为基础，这就是真正 UFC 职业赛场的世界冠军们跟那些花里胡哨的所谓传统武术大师们的区别所在。好，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分享、热推，感谢您的订阅，咱们明天再见。